好，包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呢，昨天卓荣泰在立法院跟立委呢吵架哦，说呢恼羞成怒，而且他发脾气了哈。那跟王宏威这么对干啊？那另外呢，就说好吧，就算是民营，就是你说包机，像比如说像这个很多民间的大老板都有包机啊，他可以从松子部起飞吗？不行，可以吗？哦，那顾立雄说可以。民航机也可以用松子部，所以网友就说了奇怪了，有时候常常机场很挤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哪一个民航飞机能够用松子部啊。以后大家就知道可以，大家都可以吗？可以用松子部了，申请用松子部。打电话去说不行啊，还被骂了一顿。真的吗？对，我说你新闻没看清楚，说不要一直打来好不好？我以前是走过松子部，因为那是环保署长，跟着郝柏村。对，搭这个专机常常去行政专机的话，行政飞到不同的地方哦。那因为大概郝柏村看任何东西，大概都跟环保有关了，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要从那边起飞，几乎每个礼拜。后来我已经拜托他们说，不要再找我好不好？不要再找我好不好？但是小孩还很小啊，因为他们觉得跟院长能出去是光荣，部会怎样安排，不是大家都想去啊，对不对？我说不要找我了，但是经常都是从松子部那边飞起来啊。那好吧，现在说他说这是民航机好像我没有听过可以从那边走哈，那否则的话，这个郭台铭可以常常走啊，郭台铭好几架飞机啊。那卓荣泰说呢，都是我自己出钱，在我的牛皮纸袋里，大家就问说，给我们看看牛皮纸袋有什么？不给你看，私人干嘛给你看？对，我私人怎样？不行啊，哦，我礼拜天去看个电影，还要给你看买电影票的收据吗？啊，不给你看啊。那卓荣泰说：“我是自费为国家队加油，我哪里错了？为什么不行？哦，那所以呢，他坚称自费，认为自费就可以不受你们立委去讲了。那到底可不可以松子部起降？吴思怀将军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吴思怀做过作战次长，管过松子部，所以呢很无聊嘛，争什么东西呢？他就不行就不行哦。他说怎么可以呢？民航机是不可以的啊。”那另外呢，说这个联合报就说，他说哦，区隔有飞航指南规范，跟军机跟民机是有区隔的，所以呢，恐怕会变成政治笑话啊，不要再讲啦啊。那所以呢，我们外交是艰难，大家都知道哦，但这时候你呢就开大门走大路嘛，你一定要去欲盖弥彰哦，反而变成一个窘境哦。我常常讲，我说等于是。作茧自缚，把自己浮在那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一架飞机在松子部的跑道缓慢滑行，这架就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周六到日本看 WBC 所自称的自费包机。TVBS 独家掌握在松子部跑道的起飞画面，可以看到飞机缓慢滑行，转弯后就快速起飞。当时是7号早上6点09分起飞飞行，时间共2个小时13分，抵达日本的时间是9点22分。这趟行程航空界粗估，光是自费就要200多万。我们内部有内部航班使用地点的这个申请，那对方也有他内部的手续，但是我们没有去做任何特殊的管道。我就说我到日本，我看棒球比赛，为国家队加油，还有我自费，哪一样错了？不过蓝营也质疑卓荣泰就是公器私用，因为有推证指出，只要从松子部军用停机坪出入境，一定就是公务行程，从来没有私人行程跑到那边去使用。只有一种特殊情况例外，就是紧急医疗后送。只要民航局来做调度，就可以随便使用我们的军用机场的话，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任何一个比较大老板有很多的私人包机，请问一下，他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军用机场起降吗？所以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为了要掩饰卓院长名为说私人行程，但是却使用军用机场这样不合理而且不合规定的做法而已。虽然卓奎昨天自称是自费，但也在立法院拿出的牛皮纸袋也没有秀给立委看单据。来志豪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还是轻松一点看待我们的国家的外交有所突破这件事情啊。不管怎么样，在50多年来，我们大概是真的现任的行政院长要出现在一个非邦交国，而且还是一个我们这么重要的盟友，确实是不容易。那今天当然有这些，我觉得这些细节的这些争议，大家可以继续到最后继续吵个不停。但是我觉得外交往往都有一部分，它是有一个我们大家
能够不言说的这一些默契的存在。那既然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国人以正面的方式去面对我们外交有一些突破，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说如果你一直要去钻牛角尖跟着他去一直去争吵，不管是哪一方，我觉得其实都无助于我们一起来去让这个国家的外交能够再有其他的突破啦。我觉得啦，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其实就大大方方，就是我进行一个外交突破，我去东京帮中华队加油，我就是用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这样出去，我觉得这样反而大家的掌声然后在野党也不会废话半句，也没有任何的瑕疵。那你这个呢，要讲说我要用自费，然后自费呢说走松止步，然后故意去混淆松止步跟松山机场的差距。各位，我想很多人都从松山机场搭过飞机，大家都是开大门走松山机场的正门进去，就是捷运站出口那个正门进去，没有人从松止步进去搭飞机出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在做混淆，你明明就是用国家，坦白讲，明明就是用国家的一些方便跟资源，让你去进行这个外交，你就堂堂正正的讲，我就去东京外交突破，帮中华队加油打气，这是我作为一个行政长该做的事情。那后面去讲一些狗尾续貂，然后要去混淆，然后去跟这个立法委员之间做一些无谓的争执，我真觉得很无聊。那另外还有一个思考，会不会这次其实卓荣泰并不是真正最后想要去的人选？会不会是有更高层，比如说赖清德？那他干嘛不搭空军？对啊，他如果赖清德前一次都可以用私人的名义去参加安倍的家祭所以他还是安倍的家祭。那你会不会用私人的名义参加这一次的棒球比赛，帮中华队加油？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东西本来这个部分，我觉得反而是立法院要去问的。这后面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安排？但是发现赖清德出去，然后有很多困难之后，才由卓荣泰代打，而且用这些弯弯曲曲这个莫名其妙的讲法。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民进党朋友也许就说，这是外交突破，那你就用外交的方式，不要用这种很偷鸡摸狗，然后取巧混淆视听。我觉得这样子不是走大路啦。我觉得其实这次会出事主要是呢，这个卓荣泰欲盖弥彰。如果你就是单纯的呢，那你呢这个行政专机，然后呢就是你公务行政专机，然后到这个东京，然后帮球员加油，然后呢加完油，你也就回来了。不要在那边旁边有一堆人帮你敲边鼓、编故事，什么明天要见到高市早苗啦，然后怎么样？他公开高市早苗要来开球，卓荣泰人好像也在日本，然后就怎么样，然后讲了一大堆，让大家去看到这个细节的话，其实本来是好事一件的。可是我觉得后续卓荣泰的态度是很差的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对行政院长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你依法行政嘛，第二个你要诚实以对吧？这个要求应该不高吧？这跟外部外交突不突破也没关系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初他的这个飞机起飞，先看他是去租用了华航的飞机，不是，他是用行政专机的方式，但使用的却是民航机，这是第一个大家会质疑说你有没有依法行政的问题所在。那大家先看好这个位置这整个松山机场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它停靠的点就是在这个空军指挥部松止部的这个地方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松止部它可以它应该说我们的松山机场，那因为我觉得顾立雄态度也很不好，就是说他故意在被立委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拿松山机场是军民两用的机场帮卓荣泰开脱。那你一旦说了一个谎之后，你后面你越来越多的谎言，大家就会对你不信任。他们当然是共用同一跑道没有错，可是松山机场它其实分成3块，主要分3块。第一块就是我们平常如果去日本直航的话呢，我们会去的地方，这边有海关嘛，我们海关通过之后就从这个松山机场这边起飞。第二个呢是特殊的，比如刚刚这个赵大哥讲说郭台铭有一些人他有私人飞机，对不对？他也可以租用松山机场的这个停机坪那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那它也有一个专属的通道，它可以从中间这里大概就我笔画在这边好了，这边有它的休息区等等的，这个是私人包机的航厦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松山机场我不会看到郭台铭？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地方它可以走但是呢，你看松止部所谓松兰厅这一整个区块，那抱歉，它就是军机场。
所以呢，基本上它其实有非常明确的导引哦，在它的这个电子式的指南里面的章节明确表示，在松指部里面是只有提供军机进出、军方停机坪所运用而已，所以。这个顾立雄为了去帮卓荣泰圆一个谎，那反而是让大家发现说，哎，你们为什么大家要集体说谎？所以我觉得诚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卓荣泰他为了手上的这个牛皮纸袋，也不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好，我举例来讲，今天这一台是民航机，它能够一般来说它能够去停在这个松指部的军机场吗？它是不可以的。好，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就是因为你卓荣泰要到日本去嘛，所以它当然是为了卓荣泰而出现在这里的一台班机嘛。里面除了他跟几个他的随护之外，那还有谁我不知道，但是人不会多嘛，一般民众也无法从网络上面或任何的渠道订购这一台飞机，好，那的这个机位跟着一起出去嘛，所以它就是为你卓荣泰所量身打造的。所以此时此刻你在说这是我私人的行程，这是我包的机，这是我出的钱，但你是不是只出了你个人的机票钱？出机票钱这个是在行政专机的话，如果你今天是坐一台行政专机，你确实就是付机票钱。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用了民航，就你用了中华航空的民航包机，你去凹了华航做你的专机，那这个包机的费用它就不会是用所谓行政专机的费用，你就把行政专机跟民航机的包机两件事混在一起了。第一个，今年最神秘的东西就是卓荣泰那个牛皮纸袋，里面到底是什么？哦，大家都很好奇。对啊，你越不讲，大家越好奇。他下次就一直带着，因为等到我的时候，我会问他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而且他在这个国会里面这样晃啊，他每天可以放不一样的东西进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华航应该公布一下，你包机到底多少钱？你公布一下，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秘密呢？这商业，这不是机密啊！你如果价钱合理。以后很多人搞不好都想包这个飞机，而且最好都能从松指部走，就算不从松指部走，至少包个飞机。很多人也如果按照你们讲那么便宜，什么100-200万，很多人都包得起啊，对不对？公司有50-60个人、70-80个人，包个飞机就走了，这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机票有时候不见得好买啊。公布一下让大家知道，今天卓荣泰装神秘，这个装神弄鬼，把这个牛皮纸袋装得好很神秘，不给你看。华航也装神弄鬼。到底多少钱的一个飞机？但从业务的角度，广为周知才对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想这个包你的飞机，对航不是也很好吗？也不讲，这很奇怪。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卓荣泰他专机到日本啊。他看那场，如果你看的是台跟日打也好，中日打也好，对不对？跟韩打也好，你看看跟捷克，对不对？捷克他很多都是业余的选手，捷克没有把它当成像哇，像我们觉得国家的荣辱，好像没有这样子啊。这伴随着捷克也不是什么多么这个大家这个多么热门的这个运动啊。那不管，而且还没有看完就走了。是啊，没有看完哦，1小时而已。这个很奇怪啊。你既然去了，大专去了，那有什么？你跟什么是要跟什么政要见面这样吗？不知道。那更奇怪的就是说，高市早苗原来接下来那一场就日韩大战，那日韩大战是重头戏，高市早苗原来要去开球的，就高市说因为伊朗啊这个打仗啊，他要紧急处理不去了。我就想说，对伊朗打仗是很重要的，但有重要到日本首相开个球都不能开吗？有那么重要吗？哦。那所以我在想，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伊朗很严重。第二点，是不是知道卓荣泰在上一场要连续下来，可能要跟高市不期而遇，高市不愿意，怕引起中日之间更大的紧张，所以就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可能啊，不知道。哦，日本也不会讲。哦，日本只会说，哦，这是私人行程，这是等等等等啊。那我在想，也是日本一定是告诉卓荣泰说，你要讲是私人行程，没有跟我们官员见面。但这样的话，你就开大门走大门，跟一个卓荣泰，这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长，甚至我们的总统，跟日本的国会议员见面有什么了不起啊？日本国会不是常来吗？也常见啊，没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是他们有日华恳谈会，然后立法院还有这个他们的什么交流会，见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你既然去了，就是要开大门走大路嘛。那偷偷摸去有什么意义？又不敢讲。
他又说是自费，那搞了个半天，就算是原来是一件好事情，也变成搞得很奇怪嘛，不是这样吗？哦，来，而且还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特别强调说，它的确是一个突破啊，突破它出现在日本的球场，它如果说大家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他就自己过来，不管用什么样的角度过来，好不好？私人行程就用私人的包机的方法，然后就可以，你现在搞得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看绿营的这些委员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看到卓荣泰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外交突破之外，管碧玲还不断的非常用暧昧又非常这样子兴奋的一个语气。说应该还有别的事情，但是呢，根据过去的这个我们国际上面的默契，都是用私人行程。你看他们就制造一些在消失的。在第一时间说，当然有见到重要人物嘛。对，然后后来因为日本官房长出来就说这是私人行程之后，他们又开始把它运作成，包括今天谢长廷也出来讲，因为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最重要的牵线人，他也说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又把它变得很隐晦。可是那个消失的4个小时里面呢，他们就要制造说这4个小时当中呢，应该是会有一些重要的人士，但是碍于国际情境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公开，所以以至于大家就变成完全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可是留给大家，目前绿营就是锁定留给大家，卓荣泰应该已经达成某种的默契，也看到日本的高层，但是碍于彼此的这些的默契，所以不对外公开，然后大家就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光荣，我们在野党就不要再追究。他目前为止所停留到，所以你去看网络上的讯息是50-50哦，有50是非常支持说我们应该要好好来看，特别是中东的撤侨你都没有，然后在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样危险当中的时候，你这样会影响社会观感，这是一派的观点。可是另外一派包括绿媒的人，你看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你为什么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外交突破，你们跟中国为什么就是这样不高兴？这完全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又是让这件事情又变成2分法。那这种2分法里面，大家又各执一词，所以反而让一件可以让我们的行政院长在那跟大家打招呼的一个状况之下，陷入一个各说各话。然后我觉得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说成好像，如果一个外交，如果一个这样子可以是这个外交，可以因为你说私人行程不能做一个公开，然后留给这么多的想象空间，那我们要这样的外交是怎么样的一个突破？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道理嘛。可是却被这样子不断的渲染，目前为止就还是停留2派。马向龙，我没有任何不高兴，我其实觉得很棒，像我就很欣赏张志豪，他就告诉你说那就是外交突破。那管碧玲也说这就是外交突破，就是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那就不要自费嘛，那就可以用公费啊，不要寡拿给酒金。但是你知道所有的这种的突破，它其实最快乐的地方就在那个偷偷摸摸的过程，就是我又好像不想让你知道，但是又不小心被你看到，那种的感觉呢是最爽的。其实在所有的突破的过程当中，我如果真的突破到我去回来都没有人知道，那我跟锦衣夜行有啥不一样？你能够想象有一个政治人物，他真的有了很伟大的外交突破，我又不是季辛吉。我季辛吉事后呢，我进了北京，我出来之后，我隔一阵我还得忍不住再嚷嚷一下，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外交突破，是台日关系借着现在中日关系很低迷的时候的一个突破。不管怎么讲，日本让卓荣泰去了，就是去了。有没有见面？私下有没有见面？我估计隔一阵，我也不相信卓荣泰这样子去了之后，就只是呢看了一场，看一半，那个呢相对来讲呢不是这么的关键的一场的比赛，然后就回来了。我也不太信，事后呢一定呢还有故事。但是卓荣泰从松子部走，他其实不小心的就是先演练了一次呢逃亡路线。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的两岸冲突的时候，松子部在什么时候可以用？所有你身上呢有白卡的，有 white card， 知道人就知道我在讲的。你身上有 white card， 就是一旦呢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那张 white card 你可以带多少人，带什么东西上飞机的，就在松子部。松子部非国际线，那是逃亡路线。基本上面呢，卓荣泰就是不小心演练了一次逃亡路线呢给你看。平常如果作为行政院长，你要出国门，你松山、你桃园哪里都可以，你当然是走航站大楼啊。一定呢，路上呢一定是有交管的，新闻记者一定等在那边拍的。走松子部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要逃亡的时候。
好，当然他留下来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感觉上面就是恶心一下柯文哲。我卓荣泰呢可以去看棒球，但是呢你柯文哲不能去日本看儿子，这个中间呢就会有呢很大的差别。棒球呢，当然对台湾很重要。我也不认为说行政院长就一定不能够去看棒球，不管什么理由。你看到呢，当在欧洲呢，如果说呢，他们踢了欧洲杯啦，或者踢世界杯，通常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呢，国家元首呢，你不来都不行，你非得莅临现场不可。就是你的球队如果踢进冠亚军赛的时候，你非来不可，你不来你会被他骂的。所以呢，你看到欧洲杯的这种的重要的比赛，冠亚军的时候呢，两队的国家的元首首相大概都要到，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运动都要到。但是去看中华台北对捷克。那个比较怪，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今天看中韩大战、中日大战都 OK， 看中华对捷克那个确实比较虚弱一点。哎，反正基本上了哈，我也同意了。行政院长1972年断交到现在，能够到日本，尤其现任的行政院长，对台湾来讲不坏嘛。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真的没有不好。本来是件好事，被搞到因为自费就堂堂皇皇、大大方方去又怎样呢？对不对？日本说你不能讲。对，不能讲你是公务，讲私人，我不讲可以吧？我既不讲公务，也不讲私人，我就是笑。赖清德那时候就这样啊，参加安倍的丧礼后，日本说是私人，赖清德不讲，问外交部说没有，外交部说没有评论，就是这样子嘛。那是怎样呢？但是这边要讲讲日本哦，1972年就跟我们断交了，尼克森那年去访问大陆，这个季辛吉安排。尼克森去访问了大陆，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怎么是见了？美国还没有跟我们断交，日本先我们断交了。蒋介石对日本多好啊，对不对？8年抗战牺牲多少人啊，多少的人命啊，都无条件，完全不追索，完全原谅。结果美国到7年以后啊，到1979年，卡特当总统才跟我们断交，才跟大陆建交。尼克森1972，日本1972就跟我们断交了。这实在是从某个角度，那时候大家真的很气啊，就什么人都可以断交，你日本跟我们断交，在那个时候，你什么意思啊？所以从1972到现在，我们没有行政院长去过，真的是没去过。现任的这次去了，基本上我就去了，我觉得也很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干嘛做件制服呢？你自己把自己扶在那边说是个自费，然后牛皮纸袋在那边晃啊晃，在国会里面牛皮纸袋，对不对？然后晃。那你既然你如果说你不要的话，你就不要拿出来嘛。你既然拿出来，立委说问你什么，你说不给你看，好，这就印证了唐校长的越神秘，大家越有兴趣。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 TVBS 做一个民调哈，讲各政党的支持度了哈，信任度了哈。它是从今年的2月27号做到3月6号，然后呢是每天晚上6点半做到10点，然后这样才做了971个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我为什么讲？就告诉你现在民调多难做，现在民调非常难做特别呢这个调查方法是电话后视嘛，电脑随机抽样那因为这是很不容易做了特别你要想到做的，尤其年轻人很难做到，就希望把那个年轻人的样本能够做大，不要说一个人等于代表4个人，100代表5个人这样，那个扭曲度又太大嘛所以很多人说什么1个晚上就可以把民调做好，我觉得那个都有问题，那个品质都有问题的，好吧？那现在就是支持度，国内民众对3大党的现在看满意度好了，满意的对民进党满意的35%，不满意的53%，对国民党满意的35%，不满意的48%。满意度一样，不满意呢？国民党少一点，那也少不了太多。对民众党支持度，这个满意度比较少，26，因为它小党嘛。那不满意度50%，所以不满意度53、48、50满意呢35、35、26现在主要3个主要政党嘛，虽然民众党比较小那另外呢，信不信任很重要那对民进党信任的40%，不信任的51%。对国民党信任的43%，不信任的45%，对民众党信任的35%，不信任53%所以对国民党跟民进党来讲呢，国民党信任比民进党多一点点，不信任少一点点
那另外呢，不过当然，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一般执政党的话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质疑哈跟挑战哈。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哈，它这分成选前3个月、执政1个月，这选一个大选呢，关税谈判我分这3个阶段都做了，然后再来做比较了哈。所以呢，民进党的信任度这个执政1个月还有44%，现在掉到40%。国民党原来执政赖清德执政1个月46%，上升到50%，他掉4%，他涨了4%，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民众党呢，原来是43%，变成48%也上涨了啊。那另外呢，到底谁团结，谁不团结哈？那民进党的团结度还是最高的，不过最高已经从76掉到65，掉了11%，但是还是有65%人认为民进党是比较团结的。那认为呢，民众党比较团结有49%，认为国民党比较团结的呢38%，认为国民党不团结是不是？他最近初选等等，国民党原来还有45%认为团结，但再怎么样就算是曾经最高的时候，我看国民党团结曾经到73%认为团结那时候认为团结，但很古早以前了。那一路下来，认为国民党比较不团结那另外呢，这个亲美或是不亲美、亲中也做了个调查，认为民进党亲美的是82%，认为民进党不亲美的反美的只有5%，认为国民党亲美的是26%，认为国民党反美的呢48%，认为民众党亲美的24%，认为民众党反美的42%。所以现在亲美跟反美比起来，的确民众认为民进党是比较亲美的，国民党是比较不亲美的那另外呢，这个到底亲美重要还是亲中重要了？认为呢亲美重要的有77%，这已经不是只有民进党支持，包括国民党支持77%几乎已经选举投票大概都没有77%这么高，所以认为对跟美国关系很重要不重要的只有13%。那亲中重不重要呢？认为重要的有47%，不重要的39%。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应该是没有互斥的，就是认为亲美重要的中间有相当的人也认为亲中是重要的，就你没有必要抱一边大腿嘛，都重要那认为亲中不重要的39%好，那另外呢，这个对国民党跟民进党立委满意不满意各政党立委了，对民进党立委满意35%，不满意48%，对国民党的立委满意37%，不满意47%，对民众党立委满意的32%，不满意47%，大概是立委的满意度。我们看一下。两岸的关系是里头的重中之重，让我们在座所领导的产业都能够享受到和平所带来的红利。坚定路线，不怕被贴上亲中标签，或许因为自己带领的国民党满意度不比民进党差。根据 TVBS 民调，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满意度都是35%，至于民众党26%。社会氛围在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基本上是没有改变嘛。你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大体上符合台湾比较关心政治的选民对于这个政治光谱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嘛。这个对于蓝白接下来的合作，应该是一个有利的讯号。而在立委满意度调查上，民进党持平，但国民党是37%，民众党为32%，很棒，很棒。我觉得有32这样的成绩，其实跟民进党跟国民党有50个立委拼搏出来的成绩，我觉得还蛮旗鼓相当的。国民党的委员党军购不审预算，背革自己的国家安全，国民党的立委会获得人民比较高的满意吗？我想这是一个大的问号。各党对民调自由解读。另外，针对国际关系，民众看法呢？针对台美关系，有超过70%民众认为亲美很重要；而对于中国大陆关系，47%民众认为亲中重要，但也有近39%觉得不重要。美国在提供台湾，不管是在安全上面的保障那包含我们这一次的很多重要的这些军购军售案，那一直以来都是跟台湾站在一起，所以台湾的民间会更加的亲美这个倾向，其实是在这10年是越来越明显。只是多数国人认为该亲美，但也有51%的民意认为应该在美国判决后重启关税谈判，而非照单全收。来，大家对立委怎么看？来。我觉得大家对立委普遍来说都是在不一定立委了，对政党了，你整体评论一下。只要
我们因为我们是立委嘛，所以我们来看看，显然大家对于这个立委的职位来说的话，都是没有到40%嘛，所以都不太满意。虽然有35、37、32，但某种程度来说，平均值都还是不太及格。我想这是提供我们一个很大，因为大家所看到就是这个朝野不断的一个对立，从过去到现在，你看包括他们的吴思瑶，还是提到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他觉得还是搬出他膝盖式的一个反应啊，就告诉你就是党这个不审总预算啊，党军购等等之类，怎么可能还会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讲法一定说，我们是因为如何才会挡下军购，没有在挡军购，只是要严格监督。所以你看，朝野永远没有在同一个轨道上面。难怪对社会来说，大家对于这个立法委员，说实在的，对3党来说都应该来自我反省跟警惕了。然后呢，重点就是来自于，我也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民众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认为我们亲美的程度不到30%。国民党历届以来，不管是总统的层级，或者是我们跟美国智库，还有包括我们过去在执政的时候，那个长期以来的概念来说的话，为什么大家认为国民党跟相对于民进党距离跟美国的距离会差距这么大？这点是倒是让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宣传，在这个论述，在种种的方面，因为以国民党整个的系统体系来说，它是日本。特别是美国跟中国，他们彼此之间是维持一个相当的一个距离，那也是我们认为希望能够跟各国都维持一个相当的一个关系。那在民众来说的话，好像你只要是被一个议题被带着走的话，大家对于国民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一个大家认为我们自己觉得应该不会落差这么大的。那至于整体来说，我只能说，不管是关税或是整个来看的话，对国民党应该是信心有一些的维持哦。虽然说大家认为这会有一些机构的效应，但是你可以看到，特别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信任度是高于这个所谓的民进党的。那信任度为什么来自于高？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让我们觉得过去以来，这个不是长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立院开议以来，我们可能是在某些地方到底做对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起码来说的话，你看这个信任度高，表示我们应该是还可以在这个监督的力道上面，还是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倒是民众党，我觉得是因为柯文哲的事件，还有包括这个黄主席他们加上民进党不断的去做一些很额外的一个攻击，很显然民众党目前来说，但是你说要距离差距很大，其实也还不至于。总而言之，我们只能说这是提供我们做最大的一个参考啦。看起来3党的差距都没有那么大，对了，满意不满意，信任不信任，就有些还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哈。来，乔欣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整体的这个选民的结构上面有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那回到看就是说，你支持的政党是国民党呢，还是民进党呢，还是民众党呢？那可以看到蓝白加起来是大于绿，而且大的很多，基本上还是一个6-4的盘，这件事情是维持住的。所以也就是说呢，现在赖清德他不管他用什么这个行政院不附属啊，然后搞一大堆有的没的，甚至是各种的司法追杀，都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个4成的这个基本盘有向上扩张的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蓝跟白哈，我们当然是要争取更多的满意，更少的不满意。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蓝白的整合这一块，有助于维持整体在野党对于执政党的这个攻防监督的力道。这一点是民众所能够接受，我觉得在这个3党的民调上面可以看到。是刚，我觉得经过去年的大罢免一整年的这个折腾之后，其实政治的版图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还是维持着我也讨厌你，你也不喜欢我，所以才会出现48、47这种数字。那再来第二个，你说为什么对于这美国大家觉得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只接受美国的观点啊，包括我们对于伊朗的战事。我们所有的预判，包括我们政府的预判，都觉得说第一个时间觉得3-5天、1周内结束，因为我们太相信美国了，美国太强了，而且我们接受都是所有美国的官方的宣传，我们都没有听到另外一面的声音，我们也不管除了美国世界之外，其他的媒体在报道什么，所以我们长期接受美国的思考观念，还有它的传播，所以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很重要，包括国民党自己都觉得美国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军事，你特别是在这个会期军售议题选择上面，因为国民党站在监督的立场，就会被打成反美。再加上 AIT 的人3不5时的人出来说呼吁赶快要过，然后来看我们的委员希望这个国民党能够放行，但在这个刑诉上面就会觉得说，国民党是站在比较反美的立场。那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传媒或我们自己的民众在思考上面，其实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 balance 的问题。
就是我跟美中之间要怎么样维持平衡，就是我跟美国甚至跟其他的国家之间怎么样往来。其实我们的政治思考跟我们自己国民的意识观、世界观里面是没有这个。因为我们世界观只有美国的观念，所以对国民党来说，你要怎么去挑战这个军购的问题，怎么样做到有效监督，就会被打成政治口水啊。所以我只能说，这一波民进党去带说国民党反美的这一波带风向是有点成绩的。是有点成绩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卢秀燕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做个 balance。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我的未来大家去思考很多的一些舆论啊，特别像国际事件的时候，能不能有其他世界的观点跟声音，能够让大家知道？好吧，这个到底这个立法院今天要选召委了啊，那情况怎么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国民党今天中常会提名李四川选新北，宜兰吴宗宪选宜兰县长，然后呢嘉义市长这个翁寿良医师选嘉义市长，提名了3个在国民党的中常会。那另外呢，在桃园会有朱立伦、韩国瑜、北基桃在周末13、14号大串联因为朱立伦做过桃园市长然后韩国瑜立法院长，然后呢北基桃集合在一起那另外呢，这个李四川因为他的胞弟被他拿出来批评，李四川说厚道朴实是台湾的本质他说一再拿我的兄弟做文章，他说我这个年龄，他弟弟年纪也大了，我年纪也大了，那大家都自己要为自己负责所以不是说我弟弟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选择我的爸爸妈妈，也不能选择我的兄弟所以呢这个没办法。那侯友宜说呢李四川也做过跟他同事过吴宗宪曾经也做过这个侯友宜的法制局长所以呢新北一下出来2个候选人，侯友宜说我全力支持，希望他们都能够顺利当选我一定全力来辅选那另外呢，立法院今天选择召集委员然后呢反正基本上就蓝绿各一个了。不过在经济委员会，那他们支持了洪玉祥国民党支持了洪玉祥，就民众党的洪玉祥担任召集委员那另外呢，这个今天下午呢，韩国瑜也召集朝野协商，希望能够解决李珍秀立法委员到底有没有问题。内政部一直说就是有问题，没有什么万一就是没有问题但是韩国瑜说呢，法院判决前，立委资格应该给他尊重，反正已经到司法局让司法来判决吧。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征召，并不是只有政治上的任务，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承担跟责任。在新北市，应该要怎么样来跟台北市去做合作，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往后的施政。我想今天征召完了以后，我会再次走遍所有29区，听听所有基层的声音，对于新北市如何在怎么样的精进、怎么样的施政，我也很细心的听听基层的所有的声音。我想我一定秉着汉默力的共推爱精神，原则上我们理工男的这个职人的精神，我也继续为新北市来努力。放松，平常心，平常心。立法院新会期8大委员会召委选举，民众党的立委李珍秀进到内政委员会，见到蓝绿立委，积极打招呼。李珍秀这下真的好尴尬，想和民进党的召委李博毅握手，结果对方的头却直接撇过去。或许也因自己的立委资格陷入国籍争议，蓝绿召委们会给他质询吗？就今天下午的协商之后，那我们会为我们的这个内政委员会未来的运作模式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想李珍秀委员已经在大法官的见证下，在立法院正式的就职了，那就他就跟我们立法院的每一位立法委员都有一样的权利跟义务。蓝营力挺李珍秀，毕竟立院也延续蓝白合默契。原先民众党立委大洗牌，传出国民党没想按惯例让一席，但最终决定让出经济委员会给民众党的新立委洪玉祥。我想也是非常感谢国民党
在这一个礼让，然后在这一个经济委员会，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新手的一个立委，那么来担任这个本会期的召委这样。13号沈伯洋委员，14号王来了。陷入桃色风波的王定宇，在国防委员会最后一刻低调现身。国防也是这会期的大炉主，要审国防特别预算和对美关税协定。蓝绿都新增1位委员，来到7人，加上白银1席。选完召委，各委员会各就位，蓝白新会期合作态势没变。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李四川，恭喜他哈，这个接受了提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全面应战了。不过我们也看到说，不管是在新北或者在宜兰，大概民众党都陷入到一个焦虑。那别人陷入焦虑，我们是不会笑啦，但是确实就是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解决，因为看起来呢，这个陈婉慧，我觉得宜兰可能会更难整合一些了，因为黄国昌都已经直接表态要加入李四川团队了嘛，哦，那但是这个陈婉慧这边是看不出来他们有怎么样子的布局，但不管怎么样，就算黄国昌他要加入这个就是说民众党要加入。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个国民党接受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大家都想要复制基隆模式，就是民众党做副市长，然后这个国民党当市长。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基隆的副市长邱佩玲副市长，她是邱创焕的女儿，她协议里面什么颜色，大家用膝盖想也知道是什么颜色。所以对于蓝营来说，邱佩玲副市长这样子的形象既温和，也让这个蓝营的这个选民大家普遍都是可以接受。这个整合是无缝接轨，简单讲。但是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不太一样哈。黄国昌的协议到底是什么颜色？我相信，就算是蓝营的选民，心里也在想，这个我们跟你也不过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方便。那你真的觉得我们接下来我们大家就长长久久吗？这个要看不同的时候再做不同的决定吧。不过黄国昌有讲过，他不会做副市长了。他们礼拜6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提出一个共同政见哦，可能那个共同政见哦在新庄举行。哦，我就觉得可能因为黄国昌的竞选总部在新庄，所以可能民众党提出一些政见的主张，国民党会把它容纳进来了。来，世光。我觉得刚才如果按照这个民调现在走过来的话，但蓝白在单一席次里面就是会合作的几率很高。虽然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啊，包括民主党朋友在旁边，就是有时候看笑话，或是在唱说很难合，但基本上大家都看得清楚，如果不合的话，两个都完蛋。这没有什么太好去算计的，因为过去的例子也看得出来。那至于怎么合，有的时候是政见的方式，有的是未来的立委选举，也许可以说选举要相互的支持。但是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几个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花莲、彰化。花莲彰化，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限于在内部的纷争。新竹县有点麻烦，新竹县也是麻烦。新竹县看起来两个部分看起来都不愿意退让哦。虽然今天有民调出现，大概都是这个都是徐呢比较占优势，徐比较占优势啊。所以在这几个地方，我觉得国民党中央可能要花点时间去做协调。特别是像彰化，到目前为止，彰化是算是人口100万的大县了。然后过去8年是国民党执政，当然那个王县长的执政是比较温和，不温和，不走这个竞争斗争的方面。但是我们自己到底谁出来，还是要从外地去征召一个人？那有人想说刘和然彰化人，有没有可能让刘和然去？那他当然是谢家愿不愿意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国民党花多点时间在彰化跟花莲这2块。小心。我觉得呢，李四川那他接下来应该是一个，就不管是说绿营啊集火攻击，因为苏系在这个新北市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版图，但他有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说他很接地气，然后呢他的公务经验行政经验非常的丰富，在第3个是他过去呢帮助过非常多人，所以你曾经帮助过的人，其实呢他都会回馈到，就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一起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也好，韩国瑜也好，然后甚至说整个北基桃然后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力量，我认为李四川还是非常有看头的。那真，我觉得他们这个双北还有这样基隆跟桃园的力量，应该把它蔓延到我们南部2都嘛，因为这也很重要。因为李四川也当过我们高雄的副市长，加上韩国瑜，所以他们这一整串人，其实到台中、到台南、到高雄，其实都
6都都要联合来作战。我某种程度是赞成4刚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在彰化还有新竹，即使是你谁赢得了党内初选，但是如果国民党内部如果都没有搞定，那后面的拉扯，那个只要形成，即使是表面上是2个人对战，蓝绿对战，可是蓝的那块曾经因为初选的关系有过一些拉扯，那个部分里面来说是对于这个出现的人是非常的伤的。那更不要是说其他没有这种拉扯，直接是征召。那征召之后要跟白的部分来做，像以嘉义市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新选出来这位翁医师跟张启凯之间怎么样来做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的。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还是要认清楚蓝白在这个2026的选战当中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不能有额外的一个差错，否则的话，这对于绿营来说的话，我们真是毫无胜算，这是绝对的。黄国昌有讲嘛，说这些选单一首长的蓝白只会有1个，不会有2个啊。我觉得至少这个整合力量嘛，来，香龙。我对于政党的家务事或者个别候选人，我不会比各位更熟悉，我就不讲。但是前面我们那一段在讲有关于政党的形象问题，我认为在野党应该认真思考，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在野党并没有从现在的近乎战国时代的国际氛围里面去找到自己的立论的基础，因此你的说服力会越来越弱。现在全世界能够坐在饭桌边吃饭的就3个：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俄罗斯现在呢在打乌克兰，美国呢在打伊朗。你认为台湾都没有事吗？换到说，这场的选举，年底的9合1选举，对我来讲不会比美国的其中选举更重要。我说以台湾的命运来讲，这一次的中东的冲突事件，留给台湾2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有没有看到呢？韩国的股市因为担心缺电，1个礼拜3次熔断就是整个市场一起跌10%，台湾竟然没有感觉。韩国的核能是占比是35%，韩国准备提高到50%，但是韩国企业仍然担心缺电。台湾的核能是5%，